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。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，我们看到比特币持续在71000美金附近震荡，虽然有多头的趋势，但是没有发动进攻。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不持续进攻，创出一个新高呢？原因就是我们通过连线看到，目前比特币处在一个高位，两个高点连线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当中，虽然不断试探上边线，但是呢，目前这个位置由于结构的原因是非常容易重新打到4小时级别11440均线、169均线和底边线的这个位置。它所回调的一个目标点位呢是在68000美金到66000美金这样的一个预期。我们看到这个区间呢正好是11440均线和200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。那么比特币在持续的高位震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到从62000美金到73000美金10000美金上涨过程当中，由于急速拉升形成了巨大的筹码缺口。那么这个缺口呢，在73000到61000这个调整过程当中进行了1次回补，然后反弹上来之后，目前正准备着手进行第2次回补。2到3次回补之后，完成当前4小时级别上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，在近焦点区域上发动突破。这是正常比特币一个运行逻辑。基于这个逻辑，我们可以回看一下2月15日到2月26日长达半个月时间的调整过程当中，这个结构就是收敛三角形，在拉升过程当中到达一定高点，形成区间震荡，完成收敛三角形，在接近焦点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，形成一轮行情。也就是说，容易在震荡完成之后形成横有多长、纵有多高的一个拉升结构。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比特币在73000美金到61000美金调整完成之后，正在形成的就是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。同时呢，我们在周线级别上也可以判断目前是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。那第1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，我们可以追溯到23年1月，23年1月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、8节阳线组、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，持续调整完成之后，我们看到23年6月走出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，然后调整了4个月之后走8节阳线、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。那么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可以追溯到23年12月份，这个位置上走出了悟空阳线之后调整。一直走到24年的2月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8节阳线、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。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是24年3月份的悟空阳线。由于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经历很好的调整，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，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，容易出现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。但是第3轮次这轮上涨没有经历很好的调整，就走出了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，因此呢，调整被延后到73777美金高点出现之后才进行了调整。同时呢，73、84分别是孔子和孟子的寿终正寝的一个年岁，所以呢，73000美金这个位置上是一个神奇数字。到达这个位置，能看到了4小时级别连续2轮的4小时级别的调整。但是这里的调整呢，不构成日线调整，因为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、8节阴线、沙僧阴线注意看到这里的沙僧阴线是十字星，十字星出现之后迅速发生反弹，没有走出唐僧阴线，因此呢，这里的调整是2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，不构成日线级别的调整。那么这里正在进行一个收敛盘整的结构完成之后，上方呢仍然有多头方面均的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8节阳线、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。那么距今比特币在高位横盘震荡，我们看到众多山寨出现了反弹的走势。同时呢，今天我们在会员群朋友也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反弹。那么这个交易对呢，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，它已经打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。这个低位呢，我们看到连续10几次在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，因此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是高概率容易出现反弹的位置，是一个底部的一个水平位。那么在这个水平位上，我们今天看到日线级别上有一个非常弱势的阳线出现了。那么日线级别上，我们看到这个阳线，同时呢，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时线级别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小时线级别上涨西游。ETH 相对应的，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币种就是 BNB， 因为 BNB 最近一段时间涨势不错，同时呢 Binance 平台做了很多 IEO 让很多资金进入了 Binance 平台，这些 IEO 币种在大幅上涨之后，在调整的过程当中，资金回流 BNB 资金通过 BNB 和 IEO 币种的交易对回流到 BNB 当中。
构成了 BNB 上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。那么我们来看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，看看最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。来到这个交易对上，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今天早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阳线，通过合并 K 线，我们把时间级别依次调整到4小时级别，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，把时间级别再次调整到小日线级别，可以看到这个阳线是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当中的一个延续。震荡过程当中，在日线级别上连续形成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，然后高位做出震荡调整，调整过程当中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。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我们用这个斜线来画啊，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位置上形成收敛动作。那这个收敛动作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趋势上仍然有机会出现反弹，因此呢 ，BNB 目前相对于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非常强势的。同时呢，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，可以看到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一路下行之后，目前正在反弹过程当中，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走出悟空阳线组，目前是8阶阳线组上方有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的一个预期。我们回到 BNB 和 USDT， 看它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。那么前面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 BNB 涨到了$600以上，那这里的涨幅呢，是因为在$691高点，21年5月份高点出现之后，持续调整了3年有余，接近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跌破。我们当时就说，下方的这个黄金坑的位置是可以进场现货布局的一个区域。当时我们就画出了这个方框，一路上行走来之后，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2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啊，在周线级别上形成了2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，目前处在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。那么再往上走，就属于 BNB 对标 USDT 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，这里是一定会创出新高的。因此呢，对于有着大量资金涌入 BNB 涌入 Binance 平台 IEO 的 BNB 来说啊，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可以持续看多的币种。在 AI 困上，我们看到榜一大哥还是 ETHFI 这个币种，昨天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就是对于 ETHFI 要经历一定的调整之后，才是可以进场的一个好的阶段。为什么要经历调整呢？原因是我们看到 ETHFI 在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，已经做完了它日线级别上涨吸油，做完之后虽然有冲高，但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，容易做小日线级别。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出现了下跌吸油，到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。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，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有悟空阴线组已经出现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，如果能够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，完整的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，才是可以进场的比较好的一个位置。那么通过调整时间级别，我们可以看到小日线级别和15分钟级别，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位。那么就要看小日线级别，那小日线级别支撑位通过延长之前的144日均线、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，可以得出$6下方才是 ETHFI 可以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的均线支撑位啊。这里是144日均线、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的一个延长线。因此呢，对于快速拉升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币种，要耐心等待它调整完毕之后，才可以考虑进场。前段时间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点的币种 FET， 那 FET 这个币种叫 FET， 它目前呢要搞一个事情，就是和 Ocean 合作。合作之后，2个币种合并成一个币种叫 ASI， 因此呢，它是一个搞项目的一个币种，非常会搞事情的一个币种。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看到连续出现不停的上涨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构成的一个上涨结构。那么第2轮次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告一段落之后，我们看到一路的调整的时间级别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调整过程。同时呢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。基于这个结构，我们也看到了在4小时级别上，它是围绕着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作为支撑啊，然后脱离这个结构继续上行，目前处在4小时级别继续上行的一个阶段。那么我们看到3月27日的消息，到现在已经2天时间，这2天一直处在一个持续的上涨过程当中。这个消息的落地大概是在4月16日完成投票之后啊，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我们知道炒币是炒预期的，因此呢，对于 FET 这个币种来说，在预期落地之前有着巨大的上涨空间。同时呢，我们把时间级别拉得更长一些，我们看到月线级别上目前对 FET 来说已经不断的创出了新高。那么目前在月线级别上甚至是形成了一个月线级别的上涨吸油，因此呢，上方是毫无压力的。所以呢，这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，我们认为在 FET 和 Ocean 合并成 ASI 之后，会有着一轮有可能翻倍的行情。因此呢，对于这种非常会搞事情的 AI 板块当中的龙头是应该重点关注的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。同时呢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联系我购买我的这本书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感谢大家，再见。